4月18日五一档期上映的多部大片，已经正式开启了票房预售。今年的五一档期十分热闹，多种类型的电影上映，我们不妨做一次院线电影前瞻。目前票房预售成绩最好的是王一博、胡军和周冬雨等演员主演的《长空之王》，该片预售成绩遥遥领跑，有至少2点原因。第一点，影迷们肉眼可见，该片属于典型的特效大片，战斗机类型，硬看点无数。第二点，王一博凭借电影《无名》获得非常不错的影迷认知，这部他主演的《长空之王》也尤为值得信赖。雷雨、王一博士等优秀飞行员经过严苛选拔，正式成为试飞员。他们在队长张挺、胡军士的带领下，参与到了最新型战机的试飞。高空之上，发动机骤停甚至失火，飞机失去控制。他们一次次与死神过招，只为获取最极限的数据。随着战机交付日期的临近，任务难度逐渐升级。他们能否凯旋，诚如影片故事梗概这样，长空之王属于典型的战斗机内容，典型的天空武戏。院线大屏幕上这些硬看点的内容，是最吸引影迷的。尤为值得表扬一句的则是，王一博在《长空之王》的预告片当中，表现出了非常不错的演技层次。这是一位内心有戏的青年演员，他主演的院线电影票房预售领跑是有原因的。目前能够和《长空之王》构成竞争关系的电影则有4部，最强竞争关系的则是易小星导演的电影《人生路不熟》。这部电影由乔杉、范丞丞、马丽和张婧仪主演，讲的则是岳父和准女婿的故事。一家4口意外开启一段有笑有泪的卡车之旅。卡车司机周东海、乔杉是非常不看好准女婿万一帆，范丞丞是为讨未来岳父欢心，万一帆越努力越翻车。准岳母霍梅梅、马丽是和女儿周薇雨，张婧仪是也为调节这对冤家费尽心思、倒霉不断的万一帆，能否在旅途中通过未来岳父周东海的种种考验？这种岳父和准女婿的故事，非常容易获得影迷们的喜剧共鸣。为什么是喜剧共鸣呢？因为岳父和准女婿的故事很难进行写实处理，一写实往往面对彩礼呀、陪嫁啊之类的令人扫兴的内容，而岳父和准女婿之间在写实的作品当中，还真的是欢笑少于不欢笑，反倒是用喜剧的方式去处理，能够让大家哈哈一笑得啦。范丞丞的表演也可圈可点，在早前的院线电影《了不起的夜晚》当中，范丞丞是没有偶像包袱的，敢于自黑式的表演。这种放得开的青年演员，显然可以获得更多影迷的认可。这次的人生路不熟这样的喜剧片，小范估计放得更开了。第二部极具竞争实力的作品，则是这么多年张新成和孙茜主演爱情片。千万不要小瞧了爱情片，这是五一档期当中最容易成为黑马的作品。早几年五一档期当中，爱情片都是可以成为黑马的，都是票房奔10亿元走的。这次的这么多年重男轻女的内容，可能会赢得大量女性影迷的认同。你想象过和前任久别重逢的场景吗？你会报警还是逃离？从小生活在重男轻女环境中的女孩陈建夏、孙茜是在振华中学遇见了叛逆却善良的混小子李然，张新成是他成为陈建夏生活里的唯一光亮。他们彼此救赎，却又遗憾分开。多年后重逢的那刻才明白，以为是反复的爱上你，原来是我一直没有停止过爱你。第三部极具竞争实力的作品，则是灾难救援类电影《惊天救援》，由杜江、王千源、彭丽娅、韩雪等演员主演。该片由彭顺导演，讲的是火灾救援的故事。这部电影主打的便是大场面、硬看点，内容方面则是典型的主旋律正能量，对于救火英雄们的热情歌咏。这类电影有着固定的观影人群，票房不会低。第四部极具竞争实力的作品，则是麦兆辉编剧并导演的《检察风云》，黄景瑜、白百合、王丽坤、王千源、冯绍峰和包贝尔等演员主演。说它是电影版本的狂飙，
并不为过。大学教授夏威王立坤是涉嫌故意杀人，舆论发酵失控，多方压力涌来。随着检察官李瑞、黄景瑜是和同事张有成、王千源是对该案进行审查，发现作恶多端的富商陈鑫、包贝尔是与此案密切相关，一桩深埋多年的旧案被牵出，故意杀人案、强奸案、官商勾结环环相扣，所有人都被迫卷进这场命运的漩涡。李瑞与夏薇辩护律师童雨辰、白百合是在法庭上激烈交锋，夏薇究竟为何沉默不语？她的丈夫洪俊山焚烧分尸又隐藏了什么秘密？这些敌我难辨、无法预料的危机等待着众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包贝尔在该片当中饰演大反派，这位演员在饰演大反派上真的是蝎子巴巴独一份，堪称电影版《狂飙》的检察风云，保不齐会成为档期最大黑马之一。